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出门旅游，往往在某个城市里啊，经常能看到一些复古一点的店铺。往往这样的店铺呢，经营的都是中华老字号。你像北京的同仁堂啊、六必居啊、稻香村啊，上海的什么鸿祥、百雀羚啊，天津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18街麻花，看着好像这中华老字号不少，但其实仔细统计起来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老字号里边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机构有个明确的统计数字，大约有20%已经完全消失了，有70%呢在那惨淡经营维持着，只有10%左右经营的还算不错的。那么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举步维艰，都要活不下去了呢？数代相传，经营上百年，中华老字号历经风雨。从全聚德到六必居，字号中藏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乾隆又为何御笔赐名都一处？他们经数百年商海大浪，仍然屹立不倒。什么才是老字号的立足之本？从建国初期的1万多家，到2006年的651家，实不存一。老字号的发展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又该如何擦亮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别小瞧这5个字，中华老字号，不是什么乱七八糟品牌都能称上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呢，历史呢一般来说100-200年左右，长得也不过500-600年。由于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形成的这些中华老字号，所以当时呢，中国的这个商业各方面不是很发达，那么基本上都围绕着老百姓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围这个转，所以中华老字号里头呢，大多数是餐饮、中药、包括这个服务各种行业，所以这些占老字号里头的都有80%-90%之多，而现在留下来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个。你看民以食为天，所以餐饮里边什么全聚德东来顺稻香村再一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呢？所以你看什么张同泰什么同仁堂什么叶开泰这些医药的老字号留下来了。那么这个老字号往往在历史里边，你能攒么出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来。就比方说他这名字，咱们现在说吃烤鸭去哪儿？全聚德。全聚德是大清年间出现的，当时的掌柜的呢盘了一个叫德聚全的杂货铺，把这杂货铺盘下来呢，就准备重新干买卖，请个算命先生。这算命先生会看风水，一看说，你这地方真是风水宝地。说那是风水宝地，怎么原来那杂货铺赔呢？他说他那儿晦气，你要想改这晦气，你非得来个大翻个。你这样吧，你就把德聚全倒个叫全聚德。全聚德是从这儿上来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呢对风水对名字这么一点小迷信。全聚德呢正好有一个阳泉人的泉字的，聚德就是聚龙做买卖的德行。那么呢就是也是花了重金请这位风水先生看了，然后又请那个钱子龙先生给我们写下这个牌匾。你再比方说这个跟饮食起居密切相关的六必居，六必居呢大概有400年历史了，做酱菜的原来是啥都干，柴米油盐什么都卖。他是山西临汾人呢，叫赵存仁、赵存礼、赵存义，就仁义礼这哥仨他们干的。为什么叫六必居呢？他说我们这地方就经营老百姓日常用的能进嘴的这些东西，能烧柴这些玩意儿平常生活必备品，就必需品。说必需品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开门7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我们除了茶叶我们不经营，柴米油盐酱醋我们都卖，所以这6件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起名叫六必居。你看这就反映了跟老百姓生活这方面的这密切相关。你再比方饭馆都一处，都一处怎么来的呢？都一处这也是大清乾隆3年有个姓李的做买卖的，在这个北京前门外开个小饭店，但他跟那些大饭店没法竞争，所以怎么办？我就勤快点吧。因为过去饭店叫勤行，眼勤、嘴勤、腿勤、手勤，你得勤快。说别人呢这个干饭店这个到点就打烊关板了，我不得，
我多干一会儿，我早开一会儿，晚关一会儿，在别人不做生意时间，我来做生意，这样能多挣点钱。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什么时候大年30晚上，家家都吃团圆饭，都回家了，他这饭馆照开，开挺晚了，外边进来仨人，一看呢，领头一个人，文人打扮啊，身后跟着2个随从，2仆人，这仨人在这儿要了酒，要了菜，一吃一喝。哎呀，你这小店菜做得好啊，真是味道啊。那你这店叫什么呀？没名，就挂个黄，写着李记。我们掌柜姓李啊，你看这个在眼下这京都啊，30晚上做生意的恐怕就你们这一处了。我建议你们就叫都一处吧。这个当时掌柜的跟跑堂听了也没拿这当回事儿，没想到过了10来天呢，宫里的太监来了，给他送了一块金匾，上写着“都一处”，是乾隆爷御笔亲题。这才知道吃饭那主是乾隆，一下子这都一处，誉满京城。所以你看这名字里头就能看出这种悠久历史。再一个，从名字里边还能解读出诸多的文化特色来。就为什么我说它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你比方说这个有个饭店叫鹿鸣春，这鹿鸣春可不光开在北京啊，后来随着闯关东呢，沈阳也有，甚至这个少帅张学良都有鹿鸣春的股份。鹿鸣春这名字什么意思呢？鹿本来是这个梅花鹿的鹿，但是它的谐音呢是福禄寿喜，这鹿鸣呢就是命，鹿命就什么？你命中注定该当官，而且它有典故，它取自曹操《短歌行》，鹿鸣四野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春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显得这里头文化的味道就很浓厚。你再更有文化意味的瑞屯祥，咱们现在有朋友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啊，瑞律祥里头各种绸缎呐、传统服装。这瑞律祥很多人不认识，这个第2个字虫字搁一个丈夫的夫，这本来是个冷僻字，什么意思呢？这个蟳呢是指一种青色的虫子，这个虫呢比那个树上的鸣蝉呢要大一些。说为什么叫这个呢？说怎么买卖家搁个虫子当名呢？因为这个虫子呀，根据《说文解字》里解释说它能招来铜钱，说白了招财进宝。所以瑞祥呢，瑞是吉祥啊，润呢招财进宝。你看这几个瑞的祥全是好词儿。你别说这个还都影响到国外。就咱们知道沃尔玛超市的创始人叫沃尔顿，沃尔顿说，我创造沃尔玛超市的商业灵感来自古老的中国的一个商家字号，它的名字呢是一种能招来金钱的昆虫，这不用说，这就瑞屯祥。因为中华老字号里头叫这个名字的有这个寓意的就他们一家，所以你看这个理念还都传到国外去了。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乞讨老太拿巨额银票兑换银两，日升昌票号是如何处理的？八国联军侵华损失惨重的日升昌票号又用何举动维护信誉？老字号还有哪些经营理念值得现代企业学习？为何时至今日，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老字号却陷入了生存困境？我们说文化呢，会给你的老字号呢增添这种文化附加值，但是它并不是经营的核心。就之所以能成为老字号，你想原先做买卖人挺多，真正成为中华老字号的，一定是沙里淘金最后留下来的。那么中华老字号在经营各方面说，有什么样的门道能让它一直流传到现在呢？首先第一点叫货真价实，就你不能糊弄人。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里边那白景琦，由于他儿子往那个药丸里掺别的了就是等于材料不够，一把火把值7万多两白银的药给烧了。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你自己在那忙的是没人看见，但你这片心思老天知道，大家伙横竖也看见了。我身为会长，教子不严，出了这么一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错，我首当其冲，我先自责。白家老号绝不卖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7万两，也就是70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喽。
我关门谢客，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而这个呢，其实是以同仁堂为背景的。咱们现在到北京同仁堂，你看两边对联，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减人工。就我这东西，货真价实，我一味药都不能少，一道工序我都不能少。贵我也得用真材实料，麻烦我也一道工序不能省。再比方我刚才说呢，瑞曲祥货真价实，咱们看那个传统相声卖布头里边都夸这个八大祥就指瑞曲祥，他卖着布说这块布怎么这么黑，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当过2天媒婆的二掌柜的吧，说怎么那么黑，说不让烟熏灶，真正得过染，屎坑钻炕洞都没有他的黑。你看不让烟熏灶，正宗德国染，真正的德国的染料，就人家是货真价实，所以这是获得大家信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货真价实。第二个呢，经营过程当中童叟无欺，诚信经营。典型的例子呢，山西票号。就中国以前的民间钱庄啊，那时候道光皇帝都说汇通天下，说谁呢？日升昌。日升昌票号呢，原来的东家呢姓李，大掌柜的叫雷履泰。票号这行呢，对掌柜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这日升昌票号呢，他的诚信经营能到什么程度？说我宁可赔折腰，我也不能不讲诚信。有个典型例子，有一个山西平遥的老太太，我们说平遥日升昌票号总部在那儿，这老太太呢，整天蓬头垢面的沿街乞讨，就在这要饭，已经要了20-30年了，大伙儿都知这老太太。突然有这么一天，这老太太到了日升昌票号柜台那儿了，干嘛呢？从怀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一张纸，什么呢？当初存银子的那个单据，就存单这个。当时站柜台的人都不感兴趣。这老太太，我认识你，你要饭多少年了？你怎么还能有我们这个银票呢？存单呢？一看这单子数额可不小，12000两白银，这可是绝对的大数。要一般人想，你这老太太有这个，你也是偷的。再说你来是不是假的？皱皱巴巴，这都多少年了？再一看上头的单据写的呢，是什么时候呢？我刚才说这个事儿呢，是光绪年间这老太太来的。这个银单上写的是同治7年存的，注意啊，老太太光绪年间来的啊，银单上写同治7年存在日升昌张家口分号12000两白银，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当时这个站柜台的不敢怠慢，赶紧回去找大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大掌柜说这个东西咱可得断了。一看呢，上面这个印证那一段的，说这是真的。咱问问老太太怎么回事。老太太一说怎么回事呢？当年她丈夫30年前在张家口一带做生意挣了钱了，把12000两银子呢托付给日升昌票号的张家口分号往回寄。然后他启程奔山西老家，奔平遥来，结果半道发病，死在道上了。这边呢，剩下孤儿寡母，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哪知道这丈夫挣了钱从这儿寄来。最后呢，乡里乡亲的把她丈夫尸体拉回来，家里就败落了。这老太太后来没招就要了饭了，一直到光绪年间30年过去了。老太太收拾旧东西，从她丈夫留下的夹袄里边呢，找出来这张单据了。老太太当时就含糊了，30年过去了，人家还认不认呢？还能跟我对了吗？我这个富，这都穷成这样，要饭的老婆子，人能拿我当回事吗？万没想到人家一对，是真的，那咱们得讲诚信，把当年的12000两银子，再加上30年利息，统一拿出来给这老太太，这个事在行内一下传开了，大伙儿跳大拇哥，日升昌真是好样的。包括后来庚子年间八国联军闹北京，那很多票号账都给毁了，都给烧了，但是最后只要客户拿存单过来，马上我就兑给你。日升昌就有这样的本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升昌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他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战乱中，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甚至都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由于没有账簿，日升昌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日升昌票号却没有任何迟疑，规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也正是因为日升昌的诚信，战乱过后，当北京的日升昌票号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日升昌票号汇兑收存。当时非常讲究这一点，就如果缺少这种道义感的话，人们怎么能够相信把我的钱交给山西票号，完全交给他？怎么能够相信他又没有国家力量做他的背景？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我们又不可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请法律来保护我们。好，既不是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商人居然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来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而这个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所以说这个诚信经营老字号一个重要理念。第三个呢，更加重要。从全聚德的发放提押券，到东来顺的废料再利用，品牌老字号的创新经营还有哪些招？从建国初期的上万家，到2006年锐减至651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量老字号的悄然出局？而面对市场的惨烈竞争，曾经风光无限的老字号，怎样才能历久弥新？数代相传，经营上百年，中华老字号历经风雨。从全聚德到六必居，字号中藏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乾隆又为何御笔赐名都一处？他们经数百年商海大浪，仍然屹立不倒。什么才是老字号的立足之本？从建国初期的1万多家，到2006年的651家，实不存一。老字号的发展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又该如何擦亮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第三个呢，更加重要，你这诚信呢，货真价实，它是基础，你还得经营有道。何为经营有道呢？咱举个例子啊，全聚德有一阵儿要扩大经营规模，可是没那么多钱。全聚德想了个办法，干嘛？提前卖鸭子票，就说你呀，花这个钱当然是打折了，比你直接买鸭子要便宜。你提前买我这鸭子票，到时候你拿着鸭子票，你就到我这个饭店来，直接给你弄好热热乎乎鸭子，你送过去。甚至这鸭子票呢，你可以送人，谁想吃了，你拿鸭子票换就完了。其实跟我们现在什么那个大闸蟹的券、月饼券是一回事儿，它是一种期货的形式。可它通过这个方式呢，提前把资金弄上来了，提前扩大生产规模了，而且拿了鸭子票的成了它固定的回头客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期货交易方式，就一种货物券的方式。你看看这全聚德创新，可是呢，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再一统计，老字号不仅质量难和过去比，数量也下降得厉害。而且这些老字号就是20%没了，70%惨淡经营，没多少人知道，只有10%发展状况好。为什么大多数老字号都不行了呢？头一个，有些老字号它不管是手艺也好，还是产品也好，它得有传承。由于过去呢，什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个徒弟都得留一手，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很多技艺传不下去了。就是在现在出产这老字号不正宗了，大家当然就不认了。第二个，经营理念落后。你像我们刚才说日升昌票号，原来是为了能够讲诚信呢，把握点只用山西人，到后来人家西洋银行开启之后，它这理念就全面落后了，跟不上这时代了。还有第三样，品牌没有维持好，换多少个东西了，以为我这老字号有人买，我就可以糊弄事儿，结果就出现偷工减料，货不真价不实了，最后把老主顾得罪走了。还有第四种情况呢，不能够与时俱进，扩大规模，往往被同类竞争者就给压住了。你像咱不少朋友说喝凉茶，我那时候去广州发现大街小巷呢，王老吉没有黄振龙凉茶多，经常黄振龙凉茶摆个摊儿。黄振龙本来也是名牌，
可是呢，在现代经营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抓住机会，就不像说王老吉这样，后来跟加多宝集团合作，一下子把品牌打得大江南北都知道。就是像黄振龙凉茶这个牌子，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扩大规模，所以这都是现在老字号啊很多消失了，或者经营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那么时至今日呢，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大家也认识到品牌对于企业的这种重要意义，因为一流的企业它是要做好品牌的，而且中华老字号呢，不同于我们现在新生的商业品牌。你看西方国家有很多大品牌，这种品牌里更多的这种文化概念呢，往往是经营之道，现在的风土人情。唯独中华老字号呢，它浸润的是中华民族啊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文化内涵，我们在这个餐饮服务和平常服务行业当中，你在享受这个产品的同时呢，你能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种感觉是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具有的，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种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为了传承自己国学当中的经典东西，传承传统文化当中最合理的精华部分，维护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后辈应有之义。我们得做好这方面的儿孙。所以说在现代社会里头，精心呵护目前还发展良好的老字号，是我们现代人的应有之义。至于那些已经被淘汰的，恐怕你想把它救活也困难。所以我们眼下要着重的是保护好这些还有生命力的中华老字号。第二部分，天价错版币的真相说，有一位刘先生啊，他在 ATM 机上啊取钱的时候发现呢，这钱里边有一张错版的人民币。他找了一家拍卖公司给他鉴定，说这个错版人民币啊，市场价能值100万。你看，本来是一张100块钱的钞票，居然能值100万，这不等于天上掉个馅饼吗？那么我们大家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错版人民币，到底是不是这个类型的人民币呢？是不是你有了一张错版人民币，就如同买彩票一样中了大奖了，这馅饼就砸到你脑袋上了？ATM 机取出错版100元钞票，估价竟然高达100万。100元换100万，如此天方夜谭的事，会是真的吗？校准试版检查，人民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漏白错色偏移，错版币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它是如何躲过了检验的层层关卡，流通到市面上的错版人民币连连上演升值神话，为何成了收藏的大热门？天价拍卖里又藏着什么猫腻？持有者、拍卖公司、收藏者，错版币究竟成全了谁的发财梦？警惕伪造错版币诈骗，您要收藏还得擦亮眼睛。咱们先说说刘先生手里这100块钱到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这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他为了交房租，用银行卡呢在这个 ATM 机上取钱，结果他一张一张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民币啊，这100块钱跟别的100块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这里不有水印吗？你透着光怎么的都能看得见。他发现这个左侧的水印啊，跟其他人民币对着一比，全部一样。这个刘先生当时第一反应的是，这是个假钱，因为他现在这假钱也不算少见，但他又怀疑，他就拿这个呢到银行去问去说，我这是假的还是错版人民币啊？结果这银行工作人员给他用就是高水平的这种验钞机验来验去，说没错，这就是真的，这肯定是真的，估计这是印的时候印错了。这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说把它给收回，因为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呢，正在流通的货币如果出现了错的情况、残次品的情况，那么银行是有义务把它回收的。就像是假钱，银行要发现了也必须得没收，和这道理一样。当然呢，要是真钱的残次品呢，你把这银行给收回来，也得等额的给人家100块钱。但是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呢，可能也是刘先生坚持，也没给他回收，就这么的。刘先生说，这既然是真的，那这就是传说中的错版人民币啊。拿这个他就奔了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公司给他鉴定完说，你这个值100万，哎呀，把刘先生乐的。真是错版币的话，能值好几万，动不动就上10万、上100万，好像是中了头等彩票的感觉。
那么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大伙一直说的错版人民币呢？不是那个概念。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版人民币，说明呢你长久以来对人民币的印刷不了解，甚至有误解。你想想，咱们国家这人民币每天发行量得多大？就印人民币这模板，原来的雕版，这是不可能错的。因为它在投放使用过程当中，那它不知道得经过多少人来这个检查呀、琢磨呀，哪儿对不对啊？这个版不可能错。说一旦出现跟正常人民币不一样，但是又是真的不是假的，都叫错版人民币，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币的版是不可能错的。所谓的错版人民币是什么呢？应该叫错误印刷的人民币，或者叫变体版的人民币，这更恰当一点。常见的变体是什么？就刚才我说水印的印错了，或者水印的花纹倒过来了，或者哪个地方没印上，是白纸白地啊，或者哪边漏印了，或者摁出同一个号来了，这统一是属于叫错误的人民币。你不能叫错版人民币，是印刷错误的人民币。变体或错体的纸币在流通中确有个案存在，产生的原因基本上来自抄纸上和印刷中。比如由于印钞纸错位折皱，人民币可能就会出现负耳折白、水印瑕疵等问题，与印版无关。而本次新闻中，刘先生从 ATM 机中取出的这张错版币，正是因为印钞纸偏移而造成了水印瑕疵。如果纸币出现漏白、漏色、脱色、墨污、水印移位、裁切偏差等问题，则是因为印刷过程中油墨而导致的，也与印版无关。这些变异的印刷品均属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这个不是一点都不算错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是印刷，这个都好多都有那种的小幅度的都不算。那个人比较多，昨天就有人来问了，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我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经常使这100块钱、50块钱的、几毛钱的，这是怎么印出来的？这首先一道环节是选这个印纸，因为人民币的纸啊，和咱们平常用的一般纸都不一样，它也比较耐揉，也比较不容易被撕裂，而且是耐酸耐碱，上面呢还能有很多印上很多水纹，它是特殊纸张。这特殊到什么程度呢？咱们有的朋友我就有过这经历，比方从银行取出1万块钱，咱说嘎嘎新的啊，最新的票子点完之后，你不知不觉，我有次就发现我这食指这被划出一道口来，都出血了。就人民币那个纸啊，很锋利，就它和一般的纸不一样。咱们一般的印厂我们都知道，就是我是做过杂志的人，我知道这印刷过程，不管你是平板印刷还是轮转印刷，你事先呢要在纸张上试一遍，调试到最佳效果才开始印啊，用多少墨呀，怎么这些。但是人民币不行，它在试制印刷的时候，只能在普通白纸上，不能在真正的印钞纸上印。为什么？印钞纸是有数的，就哪怕你有一张沾上墨了不能用了，你这张都得往上报说，我有一张不能印了，备案。然后再由相关部门来全程录像，把它销毁，登记在案。为什么？一张印钞纸就是一张钱呐，是一回事的。所以选纸这一块非常关键。这由于所有的人民币都是机器印刷，出点错是难免的。有人说呢，机器上还能出错。我举个例子，可能这个纸啊，印钞纸进入到这块之后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准哪块就稍微的有个小褶。结果再往下印的时候，啪给它拍扁了，再到下一道工序，再接着往上印还那样，结果呢，你把它打开之后，什么出这内侧呢就没印上，这就咱们常说露白，一折出现白的了，这就印刷过程当中可以说偶尔会出现的错误。那么其他的像漏印的了，水印弄错了，就帮我把纸选出来。有的这时候呢，工人呢把这纸呢放到这儿呢，你得按照水印印的方向放。如果你要是放反了，那水印就倒过来了，整个这人民币就都作废了。所以这选纸过程到印刷过程出现这些错误，不是没有纠错机制，这个出现的概率极少，非常小。然后到第3道工序呢，就印完了之后放着呢，都是由工人来检查，看看有没有印漏的。印错的哪块这一关到细致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是一张一张的在这灯光底下、放大镜底下逐一的看，然后这才能真正出厂。就人民币出厂规格是非常严的。那么经过这样的检测呢，大致它人民币出现印刷错误的可能甚至1/10000000都不到，就是数量太小了，但是不等一点没有。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说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在市场多少多少钱，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它是有的。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小小一张错版币成了收藏大热门，拍卖公司开出100万估价，然而错版币持有者却为何四处奔波求卖无门？天价估价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又是什么导致错版币市场常常有价无市？这里面还暗藏了怎样的重重陷阱？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说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在市场多少多少钱，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它是有的。合肥的何先生有一张水印倒置的100元人民币，他将这一信息发到网上，上海一家拍卖行竟愿意出价230万，消息随即引发轰动。济南的王女士有2张连号的一角纸币，纸币上国徽图案比正常纸币的色泽要浅，右下角本来该有的一角字样缺失，成了空白。王女士将手中的这2张错币晒到网上，每天都会接到数十个自称拍卖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给出的起拍价一般都是200万到300万，最高的给到过800万。由于错版币收藏门槛低，市场估价却十分诱人，所以错版币自然成了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收藏者们竞相追捧的新宠儿。然而，真正具有收藏价值的错版币只是凤毛麟角，成功成交的案例却更是微乎其微。那么我们很多朋友也听过这报道，一个错版人民币出去之后，哎呦，这值钱了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还有说800万，有说上千万收购一张，这都有。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这里头有真有假，绝大多数是假的。为什么它是假的呢？假如我手里有一张错版人民币，我在没找到买主之前，我可能就会炒。我说这个也不是我的，我从哪儿弄的，我花了100万的，你说我买了就100万了，可能这价格底就是100万。你再想从我这儿买120万、150万，我就挣钱了，把价格就抬高了，就是它是一种炒作手段。你看到的新闻报道有时候愿意猎奇，这是一种炒作手段。有时呢不对，我看拍卖行拍卖，我见着过，说一张拍了几百万，那个拍卖行里头水分也很大，就是他为了把这玩意儿炒起来，经过拍卖不宣传出去了吗？它其实是个假拍卖过程。我这边去拍卖去，我让朋友拿钱再把它买回来兜一圈，把这个价值一下洗得很高。错版币估价100万的新闻不断出现，曝光了如今拍卖行业存在的乱象。不少高价流拍的背后，是一些拍卖公司为了赢得市场关注度，从而联合拍托炒出的虚假高价。有的拍卖公司为了盈利，对于拍品来者不拒，还巧立名目来赚取服务费，甚至为了佣金造假、支假、拍假，记者在地摊上买了一块50元的石头，这个车最低50，拿到拍卖公司鉴定，没想到在鉴定师的口中，一块地摊货竟然摇身变成了高级玉石，这肯定是新疆和田玉，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说能拍到的话，我估计就是几十万、50万。从2005年至2012年间，有24幅陈丹青假画在拍卖场上以高价拍出。拍卖行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不是鉴定机构。理论上，它好像不负责这个画是假的。一位拍卖界权威人士曾私下向记者透露，现在艺术品拍卖，包括古玩拍卖，保真率不超过30%。拍卖法第61条第2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根据该条不保真条款，只要拍卖公司事先声明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即使买家拍到赝品，也只能自认倒霉。这一点咱们有朋友搞拍卖的，或者说你经常接触字画古玩，你明白。
比方说画张大千的画，假如说这一幅不值1000万，到拍卖市场拍出2000万来了，为啥呢？拍这个人玩了一个左手跟右手的游戏，我给拍卖公司一定的佣金，目的是啥？把这画价格炒起来，一下炒到2000万，这时候我手里有5、6张张大千的，你想想那什么价呢？原来是不到1000万，现在能炒到2000万，我再往出卖不就值钱了吗？所以这是一种常见的炒作手段，即使偶有的真的说找这个错版人民币真就卖出去了，那冤大头不定哪年哪月能找着，为什么呢？真正收藏邮币卡的这些人，他是不拿着错版人民币特当回事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错误的人民币出现的概率极小，你这市场划了也没多少，它根本形成不了一个完善的市场。它不像比方说80年的猴票啊，不像说袁大头啊，说过去宋代的古钱，它毕竟数量在那儿，有数量才有市场，才形成价格高低，形成一个利益链。你这个没有基本数量保证，就没有市场。所以你说错版人民币，现在比方你在网上说我要买什么什么，估计一堆骗子上来，有价无市。所以这个错版人民币能卖多少钱，应该是什么样的炒作规律、市场规律，现在都没有摸清楚，就没有一定之规。等真正搞收藏的想从这里面琢磨点，有的收了错版人民币也是自娱自乐，搁手里玩。等真正指着挣钱的，假如说我用80万买了错版人民币，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卖得出去，你看进你手容易，你再出去变现，那可太难了。就说这个处在有价无市的状态，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拍卖公司他给你估价，这里头有猫腻。如果你委托他给你拍卖，那好，你之前你得给我宣传费啊，拍卖完了得给我佣金。我在杭州这边，他们说能值180多万，公司说是真的，但是他让我要交1万多块钱的那个是好像是叫手续费嘛，他帮我们要包装一下。他说这个佣金比例的宣传费比例都是以什么定的呢？是以他的拍卖价格定的。比方说我拍卖价格，假如说100万，前期宣传费，你先给我1万块钱宣传费，我要说你这就10万，那1%宣传费的话，你才1000块钱。当然正规拍卖公司拍卖之前是不会收你宣传费的，但是一些乱七八糟小拍卖公司、鉴宝公司，他要说给你炒作这事儿，给你宣传，他收你宣传费。所以这些人出于利益的目的，容易把这卖主给忽悠的五迷三道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把一些持有错版人民币给忽悠的，哎，我这值这么多钱，其实最后你发现能拍卖出去的微乎其微，非常少。而之前你的宣传费这个那个都搭进去了，而且它这里衍生出呢各种各样的骗局来。哎，你比方你这儿有错版人民币，说跟哪儿联系，说好你来，我给你介绍买主，你拍个视频过来，有买主了，人家愿意出200万买。那好，你到我这儿来，你先得从银行里呢给我打2%的介绍费，你先打4万块钱给我当介绍费，要不我不给你介绍那买主了。我知道他是谁，你俩也联系不上。所以这些你到那儿去，你就知可能就子虚乌有，没那买主到那儿听说不买了，你怎么办？你这介绍费你也得给，人家都已经打过去了，所以这里头有很多骗局在里边。深圳市民田先生取钱时取出的一张错版币，从田先生给出的人民币可以看到，在头像左边有一块长约5毫米、宽1毫米的印痕。田先生随后在微博上发了张照片。接着就有一家杭州的收藏公司联系田先生，说这张错版的人民币价值很高，不过对方又提出让田先生交付最少1年的展览费，找到买家后再谈价格事宜。然后他出了一个市场价给我，市场价多少钱？市场价是50万左右。他有说让我交，在杭州展览的话，1年是4000多块钱吧。谨慎的田先生在网上搜索了这家收藏公司后，发现有多条关于该公司涉嫌诈骗的信息，而业内人士认为错版币卖50万的可能性不大。错版币的实际上是市场上还是有的，就是没有那么高的价值的，但是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喜欢的人的话，可能能卖几万块钱，这个有可能再说几十万的话，我估计可能市场上肯定是没人要。当利益蒙双眼，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变造拼接人民币被彻底改头换面，街头双簧组团诈骗，错版币怎么成为行骗的新道具？
骗子们拼演技、玩忽悠，又有哪些惯用伎俩？面对一夜暴富、天外横财，咱们又该怎样保持那份警惕和淡定？而且这些年来呢，这骗子针对这个错版人民币啊，大家希望一夜暴富啊、偶然发财这种心理，它衍生出各种骗术来。一般把正常的人民币，它或者挖一块贴一块补一块，从挖东墙补西墙来回贴，故意整成一张人造的错版人民币来糊弄你来。这种事现在特别多见，网上很多打着错版人民币忽悠你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骗子。当然这是绝对违法的，因为这个伪造、涂改、毁坏人民币是犯法的。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讲，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只有退出流通的人民币才能作为收藏品在市面上流通。比方说第一版的人民币10块钱到现在能卖多少钱，这才可以。你正在流通的，你是残次品，它也是真币。这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是不能进行买卖的，你如果进行买卖，这是违法的，银行或者相关执法机构是得收回的。所以你手里真有一张真的人民币，它是错版的话，你恐怕拿到市场卖本身就违法，所以这里的风险很大。又何况有很多的骗子伪造各种错版人民币来糊弄人，而且现在伪造错版人民币现象呢，经常和其他的骗术揉到一块儿，就江湖这些东西弄到一起。你要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有个50多岁人在公园里这晨练的，过来一个人跟他聊天，俩人不认识也一样练，聊着呢，又过来一个人，其实都一伙的，拿着一个10块钱错版人民币，这玩意儿你给我看看。这时候呢跟你聊天，哎呀这可值钱，你这么的，你10万块钱卖给我，我说10万不能卖给你，12万，正商量好价呢，又过来一个人，这人假装，哟，这银行张大哥李大哥你给看看，假装这个人民币鉴定专家，这一看，哎呀这个可值钱，这个前2天在哪儿拍卖那都50多万，你这最少得值40万。一听说这个，那不能买，不卖了，12万不行，那个20万，讲价完了，好说歹说，最后说合到15万，我也没带着，我回家给你取钱，你们在这等着。等这个时候呢，要卖这个钱的人呢，我等不了，我还有事儿呢。这时候上来这专家说，你着急走是不是？那这个呢，我问你少点要13万，我们俩给买下来，你赶紧回去。结果就好像把这人说，我说13万行，我卖给你了。哎，这时候上来这专家就忽悠这位受骗这位晨练这位，咱俩合伙13万把这买下来，回头等那位回来，咱要他20万，咱还挣他7万，你看怎么样？哎，结果晨练这位一看有利可图啊，行啊，那我也回家取钱去吧。回家取回来，俩人13万合伙买嘛，啊，一人6万5，他拿6万5给他了，行，我买这个。完了，回头这么的，我回家也拿钱去。你把这错版币放你这儿，一会儿他回来，你就给你钱了，你向他要钱，就这么的，他走了。这位站着拿着错版人民币等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结果一看这个压根儿就是假的。就我刚才说挖窟窿盗洞来回粘贴，弄出个错版的糊弄你来，那找那几位那3、4位全是一伙的，早都没影了。所以这几年这骗术里还有这个，就是利用呢老百姓对人民币的这种崇拜心理。啊，一说错版的，哎呦，我这下可捡漏了，可发了大财了。2013年9月，北京燕郊出现了一个诈骗团伙，主犯竟然是2位70多岁的老太太，他们在街头设骗局，兜售错版人民币。你怎么跟人说的？这本就是老头有病住院，等着用钱，就是哥哥家存的。你的东西卖多少钱？卖4000、4300、5000，我最高卖19000。而其他团伙成员则是当托在旁敲边鼓。这伙人主要在早市和公园四处行骗，上当受骗的多是中老年人。2014年9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女子拿了一张圆字倒着的20元纸币来到张女士的小卖部，询问银行在哪儿，说是要兑换错币。然后另一购物男子告诉张女士，错版人民币可以在银行兑换高于面额数百倍的现金。完了，那老头说，
哎呀，这钱值钱。那个我们2005年印错了20张，收回18张，还有2张没收回来。那张钱值多少钱？值12万5千。在2个人的双簧之下，张女士花了1万元买下了这张纸币。之后经银行确认，这其实是一张拼接变造的假币。这里边这个人员的员，实际上是捡的另外一张钱的员，把这个偷走了。所以就说这个钱是真的，但是这个是假的。所以一旦你要是假如说有一张错版，你切记，如果在公开场合进行流通，你把它高价卖了，不能买卖人民币，你这是违法行为。说你拿到拍卖行去，10之8九他给你估个高价，先收你宣传费，这几乎80%-90%情况都这样，最终结果也不大有可能谁给你买去。所以我说咱们每个人呢，老老实实过日子，正正常常的，咱们挣钱花心里也踏实。总指望着一夜暴富，恨不一下子就厉害起来。别说错版人民币这种小概率事件，那梦想着一夜暴富的，最后有好下场。所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要想那些天上掉馅饼总能砸到自己脑袋上的好事儿，咱们运气啊不会有那么好。所以说咱们对待错版人民币放平心态，不要被这个东西诱惑而打乱了自己正常的社会